2022又一伪纪录恐怖片震撼上线，带你体验什么叫沉浸式恐怖，全程高能，也被誉为是美国版的昆池岩。够胆的一起来挑战吧！肖恩是一名网络主播，平时喜欢拍摄一些作死小视频。最近他的作品热度平平，为了博眼球，从小怕鬼的肖恩决定整点狠活，要在鬼屋里待上一夜。整个过程将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。出发前，肖恩还精心准备了驱鬼5件套、圣水、十字架、盐、大蒜以及银匕首。时间来了直播当晚，肖恩找到全美最凶的鬼宅接受挑战。避免临阵脱逃，他居然把火花塞拆下来扔掉了。这栋诡异的老房子始建于1880年，是一位富有的摩门教先驱送给女儿米尔的。后来米尔却莫名在房子里自杀。更诡异的是，之后住进去的人全部离奇死亡。传言说这是一栋被恶魔诅咒的房子，直到1956年，房子才被彻底封禁。自此，这里变成了无人敢接近的鬼宅。肖恩在外围放下摄像机后，小心翼翼靠近房子。尽管门窗都从外面封死，但这并没有动摇肖恩的决心。暴力破除障碍物之后，门开了，惊现的蜘蛛网分分钟把壮汉肖恩吓出萝莉音。房间里破旧不堪，墙上各种涂鸦十分扎眼。担心后悔，肖恩第一件事就是锁住房门，再把钥匙丢进通风口。今晚，肖恩要在每个房间里安装摄像头，真实记录里面的超自然活动。首先来到的是主卧。1910年，住在这里的大胡子男人睡觉时总会做同样的噩梦。梦中，一个男人躲在房间角落盯着他，嘴里还念着奇怪的诗句。1995年，一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也在房间角落里拍下了鬼影。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声音，吓得肖恩连忙退出房间。主卧的一侧是陡峭的楼梯，据说当年米尔就是在楼梯顶部上吊自杀的。顺着楼梯，肖恩来到2楼，这里也是怨气最重的地方。右边第一间是儿童房，肖恩要在这里装第2个摄像头。房间凌乱不堪，窗户敞开着，夜里的风吹进来，让人忍不住心里发毛。来之前，肖恩对房子做过调查。据他所知，光是儿童房就死过5个孩子，其中2个还是襁褓里的婴儿。安装摄像头时，肖恩担心网友无聊，于是贴心地播放了一段上世纪90年代幽灵猎手的混剪视频。1998年，女孩站在儿童房门口，怎么也不愿进去。当家人问她原因时，女孩竟然指着房门说是里面的人不让她进去。完事后，肖恩来到卫生间，浴缸里的水早已发黑发臭。最后一个死在房子里的人，好像就是在浴缸里淹死的。肖恩再次说起米尔的故事，他是一个诗人，写了很多爱情诗。然而在现实中，他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直到某一天，米尔邂逅了英俊富有的出版商拉尔斯。相爱的2年间，两人给彼此写了无数情书。就在两人谈婚论嫁时，突然发生了变故，具体是什么，肖恩故意不说，套路网友持续关注他今晚的直播。紧接着，肖恩来到最后一间房，这里没发生过任何灵异事件，肖恩称之为安全屋，并决定在这里过夜。打开衣橱，里面仍挂着一排衣服。很快，墙上画着神秘符号的木板引起了肖恩的注意。肖恩想都没想，顺手将木板扔到地上。他哪里知道，正是这一举动让接下来的一切变得不受控制。眼下所有摄像头安装完毕，肖恩能在安全屋里看到每间房的情况。他拿出直播设备，开始和网友互动。不怕事的网友认为这样不够刺激，怂恿肖恩主动挑衅鬼魂，不然就退出直播间。网友是上帝，肖恩只好离开安全屋。途中，他再次讲起米尔的故事。答应拉尔斯的求婚后，两人本打算离开小镇。然而，在离开的前2天，拉尔斯突然暴毙。第2天，绝望的米尔也自杀了。传言之后死在房子里的人，亡灵都被困在这里，因为米尔在收集灵魂，建立一个活着时无法拥有的家庭。说话间，肖恩再次回到儿童房，在床底下翻找半天，找到一个破旧不堪的小丑玩偶，把玩偶放在椅子上。肖恩开始召唤孩子的亡灵。起初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，突然砰的一声，肖恩人都吓没了，尖叫着逃回安全屋。不过网友却怀疑刚才是肖恩故意搞出来的动静。对此，肖恩并没有解释，而是搬来一个铁桶，美滋滋的在镜头前方便起来。这时，不断有网友发来监控截图，原来他们看见一道白色鬼影走进卫生间，以为是网友恶搞。肖恩回放了视频，眼前一幕让他目瞪口呆，鬼影居然是真的。
一刻也待不下去的肖恩连忙躲进衣橱续命。如此一来，网友们不高兴了。平复好心情，肖恩只好硬着头皮出门查看。他安慰自己，只要跑得快，阿飘就抓不到。带上驱鬼装备，央求网友多刷几个火箭后，肖恩出门了。可是没走几步，走廊突然传来脚步声，隔壁的房门也自动打开。肖恩吓得又一次躲回安全屋，他赶紧用桌子堵住房门。慌乱中不小心踩坏了画着符号的木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女人出现在门口。看到肖恩，这个名叫克里斯的女粉激动不已。见对方是个大活人，肖恩比粉丝还要激动，连忙跑上去求安慰。克里斯对肖恩说，他擅长抓鬼，一定能帮上忙。然而听到这儿，肖恩并不高兴，毕竟今晚他才是主角，可不能让别人白白蹭流量。肖恩一脸不爽的要离开，却突然被克里斯叫住。肖恩做梦都没想到，经过刚才的惊魂一幕，现在直播间人数已经超过400万，轻松打破他此前所有的直播记录。关于克里斯的去留问题，肖恩采用民主投票方式，没想到大部分网友都希望克里斯留下，民意不可违，肖恩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在网友的要求下，两人来到1楼主卧，看能不能见到角落里的男人。顺着墙上的老鼠洞，两人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地窖。来到下面，他们找到一个小盒子以及米尔的日记本。肖恩兴奋不已，日记上说不定记录了这所房子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想到这儿，肖恩决定召唤地窖里的亡魂，结果尝试半天毫无反应。这时克里斯对肖恩说，他知道一个很灵的咒语，一定有用。尽管半信半疑，肖恩还是跟着克里斯一起念咒。谁知没念多久，楼上果真传来动静。关键时刻，肖恩怂了。相反，克里斯二话不说跑到楼上查看。很快怪事儿发生，短暂的黑屏后，克里斯居然消失在了监控中。担心出事儿，肖恩第一时间找了过去。当他查看卫生间情况时，躲在角落里的克里斯突然冒了出来，搞半天原来是他的恶作剧。气归气，转念一想，肖恩总觉得哪里不对。真如克里斯所说，他是第一次来这里，又怎么会对房子的结构了如指掌，甚至精准掌握哪里是监控盲区？更可疑的是，他进门后明明已经将大门反锁，克里斯又是怎么进来的呢？面对质疑，克里斯一脸鬼笑，突然他像丧尸一样咬住了肖恩的脖子。危急关头，肖恩拿到一根木棍，狠狠戳向克里斯。等缓过神来，克里斯已经死了。肖恩惊魂未定，跑回安全屋，告诉网友他杀了人，请求大家帮忙报警。肖恩还不忘承诺，一定会去警局自首。可是接下来又发生了怪事，肖恩来到走廊，地上只留下一滩暗红的血渍，克里斯的尸体竟不翼而飞，难道他并没有死？就在肖恩疑惑不解时，头顶的天花板开始震动，他又一次躲回安全屋。打开监控，里面的场景差点让肖恩原地去世。只见楼梯顶部一具女尸吊在那里荡来荡去，这不就是当年米尔的死状吗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网友们也不瞎胡闹了，叮嘱肖恩赶紧离开。可女尸挡在楼梯口，谁还敢靠近？这时一名12岁的小粉丝发来视频，肖恩这才知道木板上的符号是什么，它叫幸运之手，是专门用来封印恶灵的。肖恩踩坏木板的同时，把房子里的恶灵全都释放了出来。眼下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要想逃命还得靠自己。肖恩壮着胆子来到楼梯口，万万没想到和女尸来了个四目相对。来不及反应，女尸坐到肖恩肩膀上，还强行将手指塞进他的鼻孔。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，肖恩拼命往楼下跑，期间顺利把女尸甩了下去。肖恩打开通风口，结果没找到大门钥匙也就算了，居然开始流鼻血。最后他竟从鼻孔里抠出一块女尸掉落的美甲片。尽管暂时出不去，但肖恩误打误撞找到了小木盒的钥匙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有一张米尔的照片。肖恩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原来克里斯就是米尔。此外，一团白布里面还包裹着一根犹如枯树枝的手指。肖恩在一旁发现了绳子，网友建议他从儿童房的窗户逃生，嘴上说着打死不回2楼，可当一道鬼影飘过时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顺利来到儿童房，你以为他就能离开了吗？不可能，房间里回荡着婴儿的啼哭声，再看床上鼓鼓囊囊的，好像有人。下一秒，肖恩被吓得屁滚尿流，立刻逃进了衣橱。这时一位大学拉丁语教授发来视频，他翻译了克里斯让肖恩念的咒语，意思是自愿献出灵魂与肉体。
听到这儿，肖恩的心态崩了，不过是想涨点粉丝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突然衣橱里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，肖恩打开身上的床单，好家伙，又是阴魂不散的克里斯。这一次肖恩豁出去了，从儿童房窗户直接跳了下去，结果摔伤大腿。简单包扎后，肖恩钻进路边小树林寻找火花塞。好消息是他找到了，坏消息是外面也有恶灵，肖恩只好躲进车厢。惊恐之际，又收到新的视频，画面中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对方声称15岁时当过米尔家的保姆，衣橱里的幸运之手正是老人留下的。当年米尔献祭自己和恶魔达成契约，只要在房子里收集的亡灵越多，米尔的力量就会越强大。现在肖恩已经被诅咒，跑是跑不掉了，想要活下去，只有打败米尔。没等肖恩离开车厢，树林里的恶灵竟主动找上门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肖恩用玩具枪给了亡灵一击，没想到还挺管用。肖恩孤独弱小又无助，靠自己绝对没有战胜米尔的可能性。他打开米尔的日记，惊讶地发现他的愿望根本不是建立家庭，而是打造一众鬼粉丝。困在房子里的每个亡灵都被米尔强迫背诵他的诗句。紧接着，肖恩在日记中发现一张纸，上面画着邪恶之手的符咒。没猜错的话，米尔正是利用上面的仪式和恶魔达成了契约。然而咒语都是拉丁文，肖恩完全看不懂。为了揭开邪恶之手的秘密，拯救自己，肖恩冒险返回鬼宅，打算利用房间里的电脑进行翻译。准备好防身武器，肖恩一边叫嚣一边行进，最终有惊无险进入安全屋。很快，热心网友们就帮他翻译好了咒语。肖恩站在画好的邪恶之手中，试图召唤米尔，可是半天都没有动静。肖恩不放弃，一边念着日记本里的诗句，一边朝楼梯走去。路过儿童房时，里面传来响声，肖恩走了进去，只见一个男孩背对着他坐在床沿。肖恩拿起小丑玩偶，小心靠近。当男孩转过身，恐怖的样子吓得肖恩一激灵，连忙关紧房门，洒上圣水。好在男孩并没有离开房间的意思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角落里的男人再次出现。肖恩本想用银匕首对付他，不料被对方反制，扔出大蒜偷袭也完全不起作用。肖恩逃进卫生间，可米尔并不打算放过他。突然灯光熄灭，等再次亮起，肖恩的眼睛已经变成白色，他躺在浴缸中一脸享受。随后他在乌漆抹黑的洗澡水里捡到一颗荔枝，想都没想扔进嘴里享受美味。等到清醒，米尔却想淹死肖恩。好不容易摆脱危险，一只鬼手从水里冒出来，狠狠掐住了肖恩的脖子。见恶鬼扑过来，他连忙拽下浴帘挡住对方，咆哮着将圣水注入恶鬼体内。看来电影也不全是骗人的，圣水还是有用的。一阵抽搐后，恶鬼当场爆炸。来不及清洗脸上的恶心粘液，肖恩将日记本扔出门外，试图把米尔引过来。很快，日记本开始移动，肖恩抄起菜刀拼命砍杀，不成想米尔躲在天花板，一个俯冲把他压在身下。接下来的10秒钟，肖恩被米尔各种残虐，眼看要被打死时，他摸到了掉在一旁的菜刀，一刀劈下去，米尔倒在地下没了动静。安全起见，肖恩给米尔戴好摄像头后才爬回安全屋。果然，米尔很快苏醒。他来到房间，殊不知肖恩已经提前设下了埋伏。用椅子砸晕米尔后，肖恩又用胶带把他粘在地板上，紧接着一边蹦跶一边念咒。无语的是，米尔很快冲破胶带的封印。交战中，肖恩滚下楼梯，看着身后紧追不舍的米尔，他生无可恋，开始和网友们交代遗言。就在这时，肖恩意外捡到了米尔的手指。为什么米尔要把手指藏在盒子里？这和献祭又有什么关系？千钧一发之际，肖恩想起老人说的话，献祭需要牺牲肉体。看来当年米尔为了完成仪式，牺牲的正是这根手指。见米尔已经来到身边，肖恩从他头上尖叫声中，米尔被恶魔拖回了地狱。肖恩喜极而泣，面对镜头感谢热心网友一路的关照。肖恩自信满满，打败恶灵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肯定能上热搜。谁知话音刚落，房子里的恶灵们集体出动。故事最后，肖恩被恶灵团团包围，直播彻底中断。肖恩后来到底怎么样了，无人知晓。作为一部小成本恐怖片，影片并没有让人失望。
伪纪录片的拍摄形式以及第一人称视角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鬼屋之中。返璞归真的恐怖手段虽然老套，但配合主角一惊一乍的反应，还挺有恐怖效果的。除了恐怖，影片还设置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笑点，喜欢插鼻孔的女鬼、万能胶布打鬼等等。总而言之，是一部表面恐怖实则搞笑的电影，值得一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